行，这个报表你看。喂，你好，是吗？好。今天之内呢，辛苦各位都把工作小结还有定岗意向表发邮件交上来。各部门的领导呢会根据大家的工作表现以及个人意向，做出分配决定。赵辉，还真是，咱们这定岗动员大会，行长亲自来开啊！我来了。富康大厦建设工程的营团招标，你们知道吧？知道呀，今年头条要写进政府年报的。内部消息，我们申贸行夺下了牵头行，换成别人早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。看看咱们招行，不显山不漏水，高手，高手中的高手。是。大家好，我是申贸银行分行副行长赵辉。多指掌，多指掌。同时呢，我也兼任着咱们这个滨江支行的行长。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面孔啊，有一部分同事可能要继续留在营业厅发光发热，也有一些同事可能马上要转岗到各个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，在申贸行来展开你们新的学习和工作。但无论你们在哪里，都请记住我们银行人的职责。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资金等金融资源配置到他们需要的地方，配置给千行百业，配置给千家万户，让企业经营的更稳健，让百姓生活的更幸福吧。但同时，我们别忘了，我们是一家商业银行，我们需要盈利的。不仅要给客户创造价值，还要给股东创造价值，也要给员工创造价值啊，不能白忙活呀。来，你的习惯，杯咖啡，谢谢。我得恭喜你啊，干成了这么大一件事儿。记得去年区政府召开新区建设动员会，这一家家的银行都往后缩，他们是担心商业地产已经趋于饱和，风险过大，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表示支持。现在项目启动了，这帮家伙又一个个的往里钻，想当牵头行。晚了，你都快跑到终点了，他们光着脚也追不上。这就叫有胆识有眼光，里子面子都有了。我是觉得只是区域优势还在，水到渠成而已。你这看上去像不大高兴啊。是阳光计划遇到困难了。这是各个支行交上来的一些贷款申请，我拿过来了，您看看。阳光计划的主旨是帮扶科创和小微企业，任务一下来，各个支行材料很快就交上来了，但是您仔细看看，就是比着谁家的花样多，需要钱的不给，不需要钱的追着人家跑，说白了就是懒嘛，路径依赖惯了，缺乏创新动能。那几个支行的行长摆明了要把事情糊弄过去，就算大家要业绩，要避风险，那也不能什么实事都不干吧。你这像是来告状了。我就是在告状。这样，你通知一下各支行，明天在滨江支行开个会，我去给你站台镇场子。太好了，太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师傅。您今天叫我过来，是还有别的事儿吗？
就办个硬件变更需要这么久吗？你要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这都15分钟了。这2人是善女人。对不起，女士，您是在录像吗？根据银行的规定，柜台附近是不可以录像的，麻烦收一下，谢谢。今天银行系统有些卡顿，麻烦耐心等待一下。不好意思。大航，对不起，这个字不能签啊。赵辉，我们现在是雪中送炭，资金打个转就回来了。大航，家乡实业要的可不是普通的银行贷款，他是想拿银行的钱去救市，这是违背基本原则的。既然不能走表内，那就走表外，借信托的手。这是哪家信托公司啊？玩得这么高？那目的不就是为了要绕开监管的穿透吗？现在已经有很多被认可的创新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不都比监管多走了半步吗？要是一切都按规矩来，我就不特意让你过来了。您是我的上级，又是我的导师，我也知道很多人巴不得能帮您办成这件事儿。您叫我来，是看中我，可是这个事儿我真做不了，请您理解。我明白你的立场，我非常理解您想去帮扶民营企业的一片苦心，可是感情归感情，这种政策擦边球太危险了，大航，所以我劝您也不要参与进去。你小子教育上我了啊？不是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做银行9正1协，在遵纪守规的原则上，尽量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。家乡已经倾尽了全力，可国际资本还在源源不断打压它的股价。他们要的不光是挣钱，更是基于家乡的市场份额和我们的民族产业。这个时候不出手，会酿成雪崩，牵一发动全身，会满盘皆输的。还有家乡几万名的员工也得跟着受罪，我不能看着他们被这群嗜血的鲨鱼给吞了。所以这个忙我一定得帮。这就是我说的我9正后的1协。咖啡凉了，再换一杯吗？那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好。赵辉啊，哎，这件事你就当从来没听说过，啊？好。大航，那明天的会您
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明儿见。好。代行。哎，邢秘书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小涛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今天见不到代行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呀？哎呀，我没不相信你。我呢，当初也算是代行招进来的，我就想见他一面，感谢一下他当初对我的照顾。哎，对了，我那篇文章代行看了吗？进去说吧。好。好消息啊！钱我找到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代行。你们信托公司这次的佣金又赚到了，叫你的手下赶紧准备好手续，只要保证通道的畅通，这10个亿明天就可以到账。您放心，这笔钱在海外打个转，足够打败那帮国际老炮的，不出半个月，肯定能帮你们行大赚一笔。事情是你张罗的，出了什么事儿，唯你是问啊。随时恭候。面试的时候我回答那些问题，我回答其实都挺好的，可能我就差在那一份推荐信上了。他们还说他们1周之内会通知我，转眼就把我简历扔进垃圾桶里去了。你听我说啊，小慧，他们没录取你是他们的损失，啊，别灰心，回头我再帮你筛点新的公司，说不定下个公司会比现在这个好呢，说不准，对不对？下一个更好。你呢？今天见到代行了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没见着。我们俩今天运气都不太好。不过没事的，小慧。大规模交通瘫痪造成了主要矿区停工。由于原材料供给受限，多家下游制造业厂商正面临交货危机。这其中也包括我国在该领域国际市场的龙头公司嘉祥实业。当天凌晨，该国已有数十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，抗议者封锁了该国多条主要公路。当地政府称，已有200多个路段交通受阻。该国是全球主要的矿产资源储备国，矿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约1/6。在矿区现场，记者看到几十辆大型施工车和施工队停止作业，何时能恢复运营还是未知数。若停产持续时间较长，会造成全球供应的严重短缺。目前，期货市场原材料价格已经一路飙升，一些境外金融机构也借此机会开始做空该领域的几家行业巨头。嘉祥实业在美股股价已经连续数个交易日大幅下跌。撤销所有买单，等下一个开始大笔做空。做空？我们不是帮嘉祥实业救市吗？你傻呀！现在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利用银行这10个亿的资金给我们挣钱才是最重要的。小辉，哎，代行，我是想提醒您。嘉祥的股票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质押出去了，因为有杠杆，所以这次格外凶险。现在它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7美金。如果股价能够拉起来，那一切平安；如果继续狂跌的话，跌到4块8以下，那嘉祥就会被机构强制平仓，那就不再是陷阱了，将是一片流沙，滑进去将是灭顶之灾。你这么晚打电话，
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您那笔钱还没有全部投进去的话，请您一定要悬崖勒马。我知道了，不早了，挂了啊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啊？戴航，如果还需要我，您说话。我们行不是刚刚回来几笔大额贷款吗？如果您真的需要，我想办法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您是我入行的师傅，还因为我知道您没有私心。赵辉，这可不是一个成熟的银行行长该说的话。戴航，好了，这件事你就不操心了，师傅扛得过去，啊，早点休息吧。老曹，戴总，我们现在正在尽可能拉起，股价现在稳定在$15上下，股市马上要关了。南美那边，我们也在找当地人和潘军商量，尽快恢复交通。啊，谢天谢地啊！老朋友，这次我欠你的情分太大了，啥也不说了。明天就是决一死战的时候。喂，杨胜，你找我？方便说话吗？方便，你说。我在外面开那个市里的金融反腐会，本来想呢跟戴航聊两句，但一散会他就走了，我打电话他也不接。你什么事儿啊？嘉祥实业在美股的情况听说了吧？我听说了。他们现在就是被境外的基金恶意做空了，急需大笔的资金救市。我是觉着呢，嘉祥实业是戴航一手扶持起来的，曹家祥跟戴航又是20多年的交情，关系肯定不一般。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说什么。真不明白吗？我怕戴航会插手。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。你想多了吧？现在资金不能进股市，戴航那么多年的老银行家，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。这叫什么话？银行家也是人，是人就有野心，有弱点。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，万一找你帮忙，或者你听说他有什么出格的举动，一定得劝住他，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看你是干审计时间长了，越来越敏感吧？不敏感我怎么做审计啊？挂了。
喂，戴航，在哪儿啊？我在爬山，开了一天的会，出来透透气。我也才看到，苗彻和你给我打了好多电话。哦，您看新闻了吗？我是有点担心您。老和尚对小和尚说：“我都已经放下了，你怎么还背着呢？”那是我想多了。那天跟你聊完以后啊，我倒也有些想法，再跟你沟通一下。我经常跟你们说的酱油五威，还记得吗？当然。廉洁可辱，爱民可烦。这2句要经常的琢磨琢磨。切记，不能因为受到侮辱而产生冲动，更不能在对方故意的干扰之下而失去理智啊！搞金融跟领兵打仗是一个道理。有一些我们自认为的好品德，往往会成为我们致命的弱点。所以你呢，一定要谨慎，再谨慎。遇到什么事，都跟苗彻商量。明白。如果想走得更远，站得更高，你就要有自己的精英团队。你要尽量的启用新人，要有悟性，有方法，还要勤勉，吃得咸鱼，离得渴的那种人。天不早了，我也该下山了。好，您多保重。等改天我去家里看您和。是2016年8月17日，南美地区局部动荡仍在持续，市场对嘉祥实业等公司全面复产预期悲观。嘉祥实业去年战胜国际竞争对手，拿到高额订单，如果不能按期交付，需要赔偿天价违约金。曹总，您那边怎么样了？近期嘉祥实业股价大幅震荡，显示多空双方在持续博弈。今日股价短暂抬升后连续暴跌，分析师认为市场做多资金未枯竭，股价崩盘在所难免。对方已经砸不动，我们还有最后一笔资金，机会来了。全国热点城市掀起新一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热潮，打出限购、限贷等调控收紧牌，为此前高烧的楼市降温。随后，各地政府又刮起执法风暴，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。备受关注的嘉祥实业在美股被做空的局势，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出现了转机。嘉祥实业资金显然比分析师预料的更加雄厚，在几番博弈之下，股价已经回到了27美金，并且在盘后交易中继续攀升。这意味着国际资本对该企业的资本狙击彻底宣告失败。爸，你弄这么大声干嘛呀？爸爸关心这个吗？前几天有一个陷阱，幸亏爸爸没有踏进去，否则吓也吓个半死，还替你戴伯伯担了半夜的心。戴伯伯踩进去了？应该也没有，就算踩进去了，现在也已经化险为夷了。
爸，这是干什么的？修交通岗的？在这儿修什么交通岗？应该是出车祸了。别人，你眼睛还好吧？白天还行，就是晚上的时候看着有点模糊。真好看呀！转过来我看看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老谢，哎，你那边快好了吗？啊，快了，还有一车，来。你去玩吧。这是啊，买的那个冰箱跟灶具我已经安排人去装了，然后学生这个学期的那个学杂费我打到学校的账户上，您到时候查收一下。好。米面都还有吗？啊，都有的。够哈。那这样，您再有什么事儿，您不是有我微信吗？随时跟我说啊。好的，行。我这还有事儿，那我就先撤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了啊。哎呀，小事小事，您赶紧忙吧。再见啊。你不是还要待会儿吗？你不用送我，我自己走。你这两天忙什么呢？昨晚连家都不回了。今天这么开心，来，我猜猜。哎，你别猜，你猜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不关我的事儿吗？谁说不关你的事儿？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快！对了，我给咱妈买的新鲜虫草到了啊，你这边完事了，赶紧送过去。我先忙去了。赵航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叫陶无忌。啊，陶无忌，你好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特意在这儿等您，有个东西要交给您。代航出事了，代航的车从高架桥上冲下去。哎，老苏啊，老谢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有什么好事啊？代航出事情了啊！代航的车从高架上栽下去了。太好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护士！欧阳老师，以后记着，太累的时候，
千万别开车。老大爷，辛苦忙碌了一辈子，没想到。赵航，你们是？哦，我们是总行纪委的，从新州过来，有些事儿找欧阳老师谈谈。你们至于这么着急吗？代行尸骨未寒，欧阳老师刚刚醒过来。赵贵，让他们进来。不好意思，这是组织纪律，组织纪律也得人性化呀。过2天来不行吗？老戴一生清清白白的，关键的时候我也要好好配合，没必要落人口实，让他们进来。杨老师啊，赵辉，你先回去吧，这2天不用过来看我了，免得闲话。好，坐。老赵，怎么跟这儿啊？老师怎么样了？还好。刚才进去那几个是你们行纪委的人吗？动作怎么那么快啊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你知道什么吗？我又不是你们行的人，我哪知道什么呀？行吧，那我去看看老师啊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是你一直不停地向我提问题啊，全场就你一直在举手，对吧？我印象深刻。对，你叫陶无忌。年轻人多努力，机会还是很多的。我给你写个条子，至于职位嘛，要看你发挥的如何啊。谢谢大伙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当初是代行的上司，让我留在了这里。我最近一直在想，不管这次转岗能不能成功，
我都应该买个礼物去感谢他。我在滨江行这2年，虽然能见到代行的机会不多，但是它好像是一座承载了很多梦想和期盼的灯塔。一夜风暴，灯塔消失了，就像做梦一样，一切都回到原点了。回到原点就重新开始吗？所以代行的死因有结论了吗？行里有很多传言，有的说他是做了几笔大坏账，也有人说他是贪污，但是我不相信。代行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每次来跟我们演讲的时候，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是单纯的事故呢？一个行长的死，大家非得找出点污点来才满意。那代行的条子你打算怎么办？也要去找你们支行长吗？现在这种时候去找他，过不去那道坎。那就先不去了。而且以你的能力，不靠领导推荐，你也可以靠自己实现目标的。我相信你。这也快出来了吧？理解。去年之前买。正好，希望你理解。理解。毕竟之前我跟代行走得比较近嘛。那请问到现在为止，你们？我们是有纪律的，但是你放心，很快就会有结论。这怎么就交上来这么几份吗？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本周申请都要提报上来了。赵行，您也体谅体谅我们，这谁手头上不是一堆大项目等着审批啊？哪有精力真的去调查那些小企业？再说了，代行他也不在了，这阳光计划，我看也就不要为难大家了吧。对啊，赵行，咱呢也别着急着继承老人家的遗志。还是等老人家的问题弄清楚了，大家再忙活也不迟。哎，你这个人说话还挺有意思啊！弄清楚什么啊？代行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啊？不是，您别吵我急啊！这代行一把年纪了，开完反哺会，凌晨2点多还出现在高架桥上，你不觉得很反常吗？反常什么呀？反常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可反常的？代行赶着回家吃饭不可以啊？你这是捕风捉影，想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一轮代行的时候，你想想我是代什么人？您别朝我发火！我怎么不朝你发火啊？您也不是代行的得意门生，纪委调查找您了吗？我是不是他的得意门生？我不要紧啊！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。今天该交的都交了，要不然今天会先散了吧？赵行。好，散了吧。散了。你说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啊？上次开会的时候表决心，他们一个个诚恳着呢。你分管的对公部呢？怎么也没有报上来？给，老同学，我说句真心话啊，银行向来以业绩论英雄，
像阳光计划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政策性任务，你手指稍微一划，我们也就都过去了，是吧？以前代行罩着你是因为他的政绩，现在代行不在了，行里也没人罩着你们了。你说你跟我较什么劲啊？这不是里外不分吗？那几个支行的行长，摆明了要把事情糊弄过去。就算大家要业绩，要避风险，那也不能什么实事都不干吧？你通知一下各支行，明天在滨江支行开个会，我去给你站台镇场子。太好了，太好。嘉祥实业今日盘前交易活跃，到现在为止，股价已经飙升到32.1美金每股。不仅回到，而且超出了被多家资本做空之前的水平。以上就是本次财经快讯，感谢收看。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搞到这么多的资金跟华尔街那帮人对打，这手操作也太漂亮了吧！这件事情，你没参与吧？这么短时间10几亿的资金，我哪有那本事？不早了，先睡吧。过2天，代行的追悼会要我跟你一起去吗？不用了。几个老同学都在，你去了反而不自在。日日，该睡觉了。爸，画的像妈妈吗？像。妈在我心里的样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。如果有一天我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，是不是就连画也画不了？别瞎说啊！爸爸再给你找医生，啊！爸，你别安慰我了。发病到现在都5年了，一点好转都没有。等到我看不见你那一天，我就去找妈妈。日日，不许胡思乱想，听见没有？日日，不许胡思乱想，听见没有？我就是随口胡说，胡说也不行。爸爸好不容易把你养这么大，不许胡说，不许吓唬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爸爸最重要的人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了。洗漱去。
李董，哎，请问先生贵姓？在哪里就职啊？华东审计部苗彻。老苗，哎，苗大家不认识，还记？来，里边。机部的谁要认识？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老戴的好友、同行表示感谢。谢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吊唁，送老戴最后一程。趁你们几个都在，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。多亏总行定了性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有一半我都不认识，算是给足了老戴面子。我知道外面的传闻依旧很多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无非就是说老戴贪污受贿，畏罪自杀。他们不知道，你们应该了解，我们两口子从业30年，多大的钱没经过手，什么样的手段没有见识过，只是我们自身对物质没有多大的要求，才不至于被欲望绊倒。我坚信老戴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他死于纯粹的事故。老师，都是谣言，真正了解代行的人不会相信的，您也别太往心里去。谢谢你们替我张罗这档会，毕业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没忘了师生情谊。你们4个，谢志远是最会赚钱，缺点是太过聪明。苏建仁表面不着调，其实是真性情。赵辉最像老戴，苗彻是最有格局。转眼之间，你们就从毛头小子变成了将才。今天借着老戴的事情，叮嘱你们几句。老师，您说。你们几个各有各的职责，银行高管最要扛得住诱惑，因为你们时间动一动，就是千万户人家的资产，是百姓的身家，所以必须坚守原则，有预判，当好守门员。记得我对你们说，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，再怎么爱惜，
衬衫总会变黄变黑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但是你不能因为它会变黄变黑，从一开始就瞎搞瞎弄，3天的功夫就变成黑衬衫了。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爱惜的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们懂您的意思，我们没敢忘。啊，可能做的差不多了。那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快回去吧。王老师，先送您回去。小斌，把妈妈照顾好啊。放心吧。节哀顺变，欧阳老师。是我氧化了吗？啊？你没眼花。我第一次跟戴航在一个会议上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也恍惚了。太像你王启李英了。是咱们大学同学李英。骑车来了，开车来了。打车。你走吧，跟我一个车走。别介呀，干嘛呀？好不容易4个人凑一块儿了，吃顿饭吧。我这会所包间都安排好了，走。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没摄像头。得了，人家苗大侠在这儿呢，审计的，去你那会所吃饭，想什么呢？行。啊，听你们的。苗大侠，你说吃什么？老地方。您慢走啊。走。走远了都。来一个。哎呦喂！服务员。加一个剁椒鱼头和辣椒炒肉。好嘞。你搞那么辣怎么吃啊？你不吃赵辉吃。哦。老赵，我跟你说，我永远忘不了上学那会儿，你每次放假从湖南老家回来，带的那辣椒酱，哎呀，一碗米饭，咵扣上一勺辣椒酱，绝了，太狠了。你快啊！一晃20多年。是，说这个人生啊，到底图些什么？啊，一个老伴儿，一个笨儿子，加个4室一厅，哎，这就是戴航的一生，没意思。那什么有意思？学你有意思，左拥右抱，最后儿子跑哪儿去都不知道。来，不要扯了，你不能在我这儿存在啊！我那是祖传的基业，天生的风流倜傥，加女人缘好。你仅仅是风流，你倜傥得过赵辉吗？当年李莹就是被学霸的光环刺瞎了眼。如果他跟了我，那老苏，怎么说起话来没把门的呢？40好几的人了，你怎么还跟没毕业似的呢？说不好，我自罚一杯，好吧？对不起，道歉。来，不是，我之所以这么说啊，是今天参加葬礼的那个女人啊，长得是真像李莹，最起码7分相似，对不对？这倒是。老赵，说真的，如果你想认识，我可以是。不行，不用。
行，就当我没说。但是啊，我是真有点正事，我想跟你说啊。我是最近想做几个信托产品，都是特别好的组合。别介，你总是想越界，这种事儿别找我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苗彻在这儿呢。不是真的，我越界的事我能放到桌面上说吗？是不是啊？考虑考虑。我们老同学好不容易聚一块儿吃个饭，能不能不谈工作呀？听你的。工作不能谈，女人也不能谈，那能谈什么呢？没让你不谈女人啊？刚才不谈了吗？哎，戴斌今年多大了？戴斌26了。也不小了，没个正经工作。其实那个筹办追悼会的时候，我也接触过几天。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就是脑子有点木。我得想办法好好的看怎么帮他一下。打算怎么帮？怎么？那不得光明正大的帮吗？对吧？那代行走了。人也不可能说我这为了利益，是不是？说实话，我是真的心疼代行。明明办了件好事儿，哎呀，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不是你看我干嘛嘛？啊？你们哪个不是代行的部下？这我还说错了？你怎么就这么笃定，代行这一生前尘不染？你家老爷子背景这么深厚，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听不到的消息？哎，你可千万不要提我们家老爷子，我们家老爷子见到我想一口吃掉我，啊，真的，他是不可能跟我谈这些东西的。但是通过其他渠道，倒是听到了一点，啊，他们说代行生前严重违规，违的什么规，不晓得了。啊，说都说，我跟你说，没有根据的事情不要瞎说了啊！瞎说，有根据。有什么根据啊？代行都已经走了。这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咱们不要提了。咱们是不是？咱们得往前看。好，有话直说呗。直说，那就是本市分行行长的位置已经空出来了，对吧？那赵辉有目共睹，这申报行中找不出第二位来。如果说这次总行再不提他的话，那就是瞎了眼了嘛。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，咱们哥几个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哎，让赵辉能够卡上那个空。我没有意见呀，都是老同学，挺好的。轻轻零上百，累累见中事，上不上得去，我都是靠本事吃饭。代行这位子未必好做。哎呀，老苗啊，我说你说你大魔做了那么多年资深总监啊，这华尔街回来，你要当个支行行长，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哎，你偏不，直接去了审计，清水衙门，没钱不说哈，关键你得罪一大堆人呐。我采访一下，哎，图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啊。黄泥螺你爱吃吧？不爱吃，我爱吃，口味不同。来吧，没毛病。来喝酒吧。
你肯定没事儿，你我说我没事儿，我开吧。我跟你说，老苏啊，送你啊，不，哎，我带着走，我带着走啊，拜拜，慢点啊，回去慢点，哎，上车，我上去，你慢，我先上，哎，好嘞，慢点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苗车这个腔调，我是真不行。他不说话，我都感觉到领口发紧。哎，懂你，所以我把你帮他甩开嘛。还有这个赵辉啊，这个能装啊，一副精英范儿，何必呢？哎呀，精英也没什么不好。我不也是精英吗？哎，你不一样哦，你是精英接地气。我喜欢。哎，老苏，哎，这现在你跟这个分行的关系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我苏娟人在这个圈子里这么多年了，还有啊，那些老领导、老人还都在，哪一个不给我爸爸的面子啊？搞得定的。这倒是。所以说，要不是你淡泊名利，你别说支行行长，就是分行副行长也该是你的。当然，这话不能跟他们俩说啊。你跟他们说，他们懂吧？他们不懂啊。你懂。所以我们远州以后的项目啊，还得仰仗你。哎，人生如逆旅，代行一生清风两袖，最后却落个驴言话断肠，让人心寒啊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想让我说什么呀？说代行是清白的。代行死的确实古怪。哎呦，苗彻，哎呦，我现在心里特别难过。你跟我交个底儿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你不跟我说，你还能跟谁说？代行的死很可能跟家乡实业有关系。所以代行还是介入了，是吧？我给你打电话那天你就知道了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当时是因为你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我以为我可以劝住代行，至少代行是这么让我认为的。那你又为什么怀疑呢？代行出车祸的时间点正好是嘉祥股价最低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今天葬礼我特意注意了，曹家祥没有出席。他不出席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避嫌。刚才赵辉在，有些话我不好说。什么话？其实我跟那个周林呢，真的说得上话。哪个周林？就是那个特像李莹的女人呐。哦，她现在还单身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老苏，有机会你仔细看看她，比李莹还漂亮。对的，对的。
纪委没有查出代行违规的事情，我感觉那是因为代行批出去那笔款子，在打赢这场仗之后，通过信托通道又回来了。苗彻，我希望你去查一查，看看有没有这样一笔款。如果这款子已经打回来了，咱们现在查什么都没意义，不如让代行走得安宁。苗彻呀，苗彻，你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过。没有人帮忙，代行做不到，加强实业也做不到，就是有人利用了代行对民企的爱护，对加强实业的信任，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做了资金通道，然后也不知用什么结构嵌套设计，短短几天赚得盆满钵满，毫发无伤。代行呢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帮我查一下。有些事查清楚了，怎么难看呢？难看了也要查，苗彻，你答应我吗？行了，答应你。听说这次去对公部有2个名额，你说会不会有你啊？早上好啊！之前呢，大家都已经提出了各自的需求，态度都很积极。不过，毕竟僧多粥少，看大家也都等急了。那我现在呢，就宣布一下大家的正式定岗通知。继续留在柜台的有4位：胡越、刘佳、王维亚、陶无忌啊。对公业务部2位。陈家元、穆萌，行政部1位，江悠悠，啊，好，就这些，大家鼓鼓掌。穆萌也就算了，陈家元你凭什么呀？这不是找陶无忌帮忙，就是天天被朱主管训得跟孙子似的。难不成你深藏不露是某个分行领导的人啊？真的？胡越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还是说，你跟哪个大客户的公子重名了？好了啊，转岗的同事呢，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，搬到相关部门去了。哦。好好干啊！留在柜台的诸位呢，大家再接再厉。我下面宣布一下支行本季度的存贷款任务。吴健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是我时运不佳。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都在同一栋楼里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说。走吧。大家先分别看一下上月的报表啊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是来报道的。报道？新来的啊。到里边找马经理。好，谢谢。有谁啊？我是来报道的。啊，新来的。啊，叫什么呀？程家元。啊，姓程。对公部有认识的人吗？啊，没有啊。
把精神打起来啊！苏杭我要的是业绩啊！没有业绩，指导工作呢。哎，来，是这样啊，刚刚啊收到一份简历，说有个新员工到我们部门来啊，看了一下这个简历啊，资质平平，学历也一般，我就搞不懂了呀。你说这个人事部是怎么搞的？把这种人派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？可又不好问，你懂的呀，是吧？所以，我考虑了半天啊，还是由你来带吧啊！哎，不行，你看我这里也不缺人了嘛。哎，老关，不要叫让老关带，不要叫老关啊！你怎么带个徒弟还挑三拣四的呀？哪里有那么多好苗子让你带啊？对不啦？我很早以前可就说过啊，对待工作搞不好没有关系，我们改进嘛，态度不能出问题，对不啦？我跟你说，老马，你这个态度要端正，否则你被动啊。啊？是，还不谢谢苏杭？啊，谢谢苏杭。叫个什么？程家园。啊，程家园哈。那作为领导呢，我说两句，好吧？这第一啊，我们这个对公部啊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，对吧？外边有一大堆人啊，削尖了脑袋要进来啊，所以你要感觉到荣幸，要珍惜这个机会。这第二呢，我们对公部不养废物，啊。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用你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你自己，啊！我把丑话说前头啊，绩效考核如果过不去，咱们是一季一季考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那你哪里来的，你就给我回哪里去，我是不好留你的，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呀。然后就先这样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苏副行长好，我是家园的同事，我来送他。苏杭慢走啊！上班带的什么这是？饼干啊。那老板，你安排。来。那墙角，那。有个空位你坐那啊。有饼干一个，什么东西都是。忍着点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加油！哎呀妈！我都想起。哎呦，要急呀！哎呀，你跟我表姨都多久没有联系了？那我连大表姐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。你现在突然去找人家，然后就让人家给我介绍信托公司的工作，哎，这也太尴尬了！我真觉得这不合适。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表姨小时候好的穿一条裤子，放学下雨都是她背着我回家的。后来，她还把你爸爸介绍给我。说实话。跟他闹僵，是我心头的一根刺。有没有找工作这件事情，我都应该去看望他的。真是作孽啊！哎呀，那个琪姐，又忘了拿钥匙。哦，没事，表姨，我去开门吧。琪姐，我来帮你拿吧。这放哪儿去啊？放厨房就行。行，好嘞。你是他们家亲戚吗？我之前没见过你。我叫田小慧，老太太是我的表姨，我们两家人10来年没走动了。那怎么今天来了？有事儿啊？我妈跟我表姨心里有疙瘩，她想和好又放不下面子。正好我最近辞职了，想找工作，她想找我表姐帮个忙，顺便也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。你表姐，你说沈静啊？对呀。琪姐，你是不是经常见到她？她人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厉害？
怎么说呢？平时还好吧，小脾气一上来吧，也怪吓人的。真的假的？说的我现在都想早点抹油了。你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学金融的。你妈给你选的专业？那倒不是，这是我自己选的。不过跟我妈也有一定的关系吧。我妈这个人，她又精明又爱钱，从小我就看她各种瞎倒腾、投资炒股，结果还不如那一窍不通的邻居过得好呢。所以除了学金融，我也没想过要学别的。都说金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金融，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利用金钱的流动，让它变得越来越多的一个学问。搞懂了金融啊，就知道了有钱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，又流到哪里去，怎么样去管理，怎么样去累积。我不光想搞懂这里面的学问，我还想知道，有钱人会不会有烦恼？他们的烦恼跟我的烦恼比起来，哪个更烦恼？哎呀，看你这个样子，真是像极了15年前的沈清。你那么早就认识他？我吵不吵？有没有那个姓傅的？我跟那个田家泰就过不下去，这个结果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搞来搞去，就是我错了啦，我耽误了你跟姓傅的幸福生活，对吧？囡囡，跟骂尾气，人家等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来嘲笑我。妈，你干嘛呢？要走就走吧，我还以为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呢。我就是来跟你。妈，外婆走的时候不是说让你不要再跟表姨怄气了吗？你怎么又急了？表姨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心里有坎归有坎，我妈她心里总还是惦记着您的。上次她让我翻拍打印了几张旧照片。里面还有您在副桶里教我妈踢毽子那张黑白照片，还有上次您参加我妈婚礼，我妈那天梳的，好像就是今天这个发型。我心里哪有坎儿啊？是你妈脾气犟，一提起她就急。好了，表姐，我知道都是我不好，你一向都是为了我好的，对吧？就不要生气了，好了，不要生气了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琪姐呢？我刚在楼下碰见她，她说家里有客人，我就让她再去买了点东西。静静，姨妈，好久不见呢！好久不见了呀！来，哎呀，你这港囡囡。你表姐呀，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在那里说了很长时间话吗？对呀，表姐一块来坐，来。